各位好，我是腾讯新闻的主持人何润峰。今天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前浪和后浪的比较讨论，但其实在一些对于年龄非常敏感的行业和领域讨论这个话题是非常残忍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残忍地邀请到了演艺界的一朵前浪和一朵后浪，坐在这里面对面的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欢迎胡杏儿和陈卓璇。大家好，我是演员胡杏儿。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硬糖少女303的陈卓璇。卓璇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就是跟团体一起在准备一些晚会的活动，然后一起排练什么的。我知道这个最近贵公司的艺人的新闻很多但是好在硬糖少女一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怎么讲我发现最近的综艺的节目、选秀的节目越来越多，很多通过选秀出道的团体或者个人，往往会在半年或者1年之后，突然间发现自己的热度被新人赶上了。我不知道你和你的队友有这样的担心吗？现在？当然担心啊，我们甚至在担心，我们现在热度还没上去就没了。还是会有这么快就担心吗？哇！刚出道就担心了？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对，来自前浪的鼓励。还有很长的路。对，时间还长，而且真的是，我也是每一集创造营的今年的节目都看了，非常希望硬糖少女能够有好的作品。卓璇也是在19岁的时候是第一次参加了选秀的节目，是超级女声，当时是拿到了西安赛区的冠军，最后是全国的第15名。哇，功课做的可以。必须的，对。所以怎么讲？卓璇，你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相对明确的一个目标，说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艺人，要从事演艺事业这条路吗？其实没有，我只是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小的时候也学钢琴，所以对音乐是特别有兴趣的。但是到大学我其实也没有学艺术，我学的是英文专业。然后当时参加选秀呢，就是非常偶然，一个微博私信发给我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然后我还问人家你是不是骗子呀？然后我非得去验证一下他是不是骗子，所以我最后就是跟他们联系上，最后还真的上了节目。对，所以你之前应该有累积吧，要不然那个人为什么会给你发私信呢？其实就是我在微博上发过一些我自己唱歌的视频，对。但是你是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是吗？你要说小时候合唱团的少儿歌唱算的话，那应该也还是有一点点小的学习吧。但是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唱，所以不断的在唱，不断的在练习。小时候就是那种算是业余的一种培训、兴趣爱好。对。但在那个时候，怎么讲？对于自己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象吗？其实参加第一次选秀之后，我是比较确定了我很喜欢舞台，我希望把这个变成我的事业的。但是几年后惨遭现实毒打，就一切不是我想象那么顺利，所以在今年就再一次参加了选秀。因为其实选秀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又快速的机会，能够让我重新回到舞台上。卓璇，这个已经很难想象吧？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强度和。其实我们刚成团出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有这样的强度，就是我们那段时间拍 MV 的时候特别连轴，然后可能睡眠时间就是45分钟，我也是有调过这种半个小时的这种睡眠，会觉得很长，你就感觉你做很多梦一样，在这半个小时里。对。唯一我担心的就是我胖不起来而已。你是不是很想打我？不是，说实话，真的是因为我当时，因为你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我相信卓璇也会很明白，就是你吃很多也不一定会胖很多。卓璇，如果在你面前有一个同样的机会，但是你必须要在2、3个月之内增肥21公斤，他不用啊，你为什么要逼他这样做？就如果有同样的角色放在你面前，你会愿意吗？其实我也会愿意哦，真的。但是我就很怕21公斤增上去之后再也瘦不下来，再演不了瘦的角色。不会的，没关系。现在这有个 promise 这个杏儿会教你的，后续找他就好。不会的。卓璇是怎么讲？进入演艺圈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你这4年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符合你出道之前对于演艺圈的想象吗？完全不像，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像。因为我认为我进入演艺圈之后，我会每天非常忙，我一定会忙于工作，辛苦到头秃。但是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是在家等待机会，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对。等待机会。对。
你这个答案有跟经纪人对过吗？就感觉听得好像对，真的，其实真的是事实。我觉得做艺人其实最大的一个代价就是我们永远要被选择。所以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在等这个选择，但我等不到。在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会非常焦虑的去等待一个工作的机会。那当一个工作机会来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全身心的扑进去？是，其实，在等待的过程中，也是在全身心的去努力，因为我知道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是在为未来某一天那个降临的机会在做准备。等待的时候要做准备，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同样的问题，因为刚才欣儿跟我们分享了他当时有多么拼命、多么豁得出去的例子哈。你在这4年当中，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你非常努力、非常拼命，也付出了一些代价的工作的经历吗？我觉得我的经历应该都比不上增肥21斤再减下来，但是其实有很多小的故事啦，但我觉得都不足为提，平平无奇。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付出跟努力应该是这一些点点滴滴的小努力，我把它变成了我每一天的努力，每一天的努力坚持成每一个月，再坚持成每一年，直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松懈和放弃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为的我做出的最大的努力吧。哇，真的是坚持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才会有今天的这样一个成就哈。现在卓璇已经是怎么讲，印堂少女的 vocal 担当之一，也出了很多的新的作品，对，真的非常的替你开心哈。但是怎么讲，我们说到这个印堂少女这个团，它是一个只有2年的限定的团。卓璇你自己是期待从这个注定很快就要结束的经历当中获得什么吗？我当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我自己能力也好，我自己的事业也好，都可以有一个飞速的攀升。对。具体在哪个方面，你希望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突破吗？其实在这2年之间，应该会尝试很多我曾经在个人的时候没有办法尝试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些工作应该会让我变得更加开阔，去尝试更加多的领域。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其实我蛮担心2年后许多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去尝试了。所以相比于过去，你会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目标吗？比如说2年之后你要做什么？其实我一直都很明确，我的目标一直都是会一直坚持我的音乐梦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尝试更多的艺术领域，去打拼我的事业。对，还是会选择音乐这条路。对。但是可能我们的后浪就不太一样哈，在今年夏天，陈卓璇是以一鸣惊人的方式打破了某种规则，他的那一句“是我站得不够高吗”？震惊了很多人。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来复盘一下哈，卓璇当时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对，当时那一次我是第2名嘛，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们，他们可能没有我的名次高，他们可能也已经获得了比我更多的机会。那当时我就会想说，哎，为什么我没有这些机会？所以发出了这样的问题。你是觉得不公平？对。你想要获得什么？我想要为自己争取到我本应该有的东西。你觉得那是你本应该有的？对。当时说那番话是你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决定吗？还是说你是在现场突然之间就爆发了这样子？其实是思考了很久的，因为我们每一次顺位发布，其实都会想很久，哎，这一次我要说什么呀？然后，所以其实，在前一天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说这个话？我在说了之后，我会面对什么？我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想了一番之后，我还是最终决定我要说出来。你当时有跟自己的 follow PD 或者是导演提前沟通吗？其实我很害怕跟他们说，因为跟他们说了的话，怕他们不让我说呀什么的。所以其实有跟一部分的工作人员说了。他们怎么劝你的？其实站上去的是我嘛，他们怎么劝我也没什么用了。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劝你的。对对对。但你没有听。是的。你没有怕得罪节目组或者得罪金主爸爸吗？可是我从一开始就是我什么都没有，我不说我也什么都没有，我说了最差也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可能会得到什么呀？所以我想要争取，就算那只有1%的机会，我想要去努力看看。如果你说了那句话，你有想过吗？你有可能是
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反弹，或者说节目组可能没有给你更多的，在剪辑过程当中可能把你剪掉了，没有那么多机会，你没有担心过吗？我想过，其实我都预想过了，我说出来那句话之后，网友会怎么说我，可能会满天的就各种黑呀什么的，都是我预想过了。正是因为我把最差的都预想完了，所以当我在站上去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反而非常的坚定，因为这是我认为我的出发点是没有错的，所以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这几个月以来，你从来没有后悔过？从来没有后悔过。如果现在还是那个节目的现场，你还会说同样的话？对。你在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有跟节目组、跟这个品牌方、跟他们去沟通吗？我没有机会跟他们沟通到，所以其实在节目中说那样的话是我唯一跟他们表达和沟通的方式。但后来的结果有证明到你说这话的作用吗？其实是有作用的哎，你看我最后还是成功的成团出道了嘛，然后其实现在工作也都变得顺利了很多。是，所以真的有时候人是需要为自己去争取一些东西的。当然每个人的方式不太一样哈。你当时去这样去争取，为自己的一个想要的东西去争取，这是你怎么讲？是你从小养成的性格吗？你这么一问，我这样一想，我觉得还真的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在小学参加合唱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是领唱，然后领唱本来是我们指挥老师的一个学生。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比他唱得好，我该当领唱才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会去跟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比他唱得好，我要当领唱。对，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会想要为自己有这样的争取态度，是吧？态度非常的明确，而且从小就懂得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争取。对。但其实我刚入行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其实有很多的胆怯和担心。其实这4年虽然短短的啊，但是让我变得更加勇敢了吧，因为我发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金子就能发光。如果我把自己藏起来在边上，别人就不会发现我了。我必须要告诉大家，我是一个金子，你要看到我才会被看到。可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演艺圈有自己的规则，有的时候你那种勇敢的个性，可能跟这些规则是有矛盾的、有冲突的。你在入行4年以来，除了那一次说那番话之外，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其他的对立和冲突？其实我觉得规则本来就无处不在，只是大家对这个规则的认知也好，想象也好，有的时候有点过于妖魔化。其实很多规则它并不是正确的规则。我的原则就是我选择尊重正确的规则，在适应市场的同时，也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是否正确是你自己做出的判断。当然，我的规则由我自己来定。所以你碰到你认为不太公平或者不太准确、不太正确的一些规则，你会据理力争，是吗？对，是的。哇哦，真的是现在好像很少有这样的艺人敢于这样去为自己的权益去争取一些东西了。哎，你有自己的一个底线吗？就是我知道，其实你往往就艺人会不断的去怎么讲，一方面要抗争，一方面要去妥协。你妥协，你肯定也会妥协吧？我在想。当然会妥协，但是这个底线就是在，可能我的妥协可以让我的事业让我更好，但这个妥协是在我的底线之上的，不能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对吧？不 OK， 那就肯定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哎，今天这一次我们的采访有一个多余的问题，之前是我并不能去回答，但今天说，哎，你要采访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上哦。那好，对。你刚才说到底线2个字哈，那你妥协的底线是什么？我的底线就是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任何人吧。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任何人。OK， 很想问卓璇啊，站得更高，现在还是你一个目标吗？当然是啊，一直要往更高的山峰去站，因为人生就是会有更多的高峰需要我们去攀登的。可是卓璇，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哈，你觉得人一定要站得更高吗？或者说人生一定要站 C 位吗？我觉得你所说的这个 C 位跟我想站得高是不一样的。我心目中的站得高的定义是说，我的事业也好，我的能力也好，包括我的精神思想是在不断的攀升。对。你这个更高是指一种精神思想，包括事业，包括外，包括内。实力。所以你觉得人生一定要站 C 位吗？
如果撇开你说这是2个问题，我们问第2个问题，你觉得人一定要占 C 位吗？我觉得人生一定要占自己生活里的 C 位，你不能把别的东西都放在你之上了。对，在你的生活里、自己的认知里、自己的世界里，自己要永远是 C 位的。自己做自己的C 位。那如果是放在一个行业领域，哪怕是一个团队当中，你觉得想要当 C 位的这种勇气或者想法，是你想要的吗？我觉得一定要一直要有的，因为只有你一直盯着这个目标，你才会不断的努力，不断地努力。即使你不一定能做到，因为这么多人，这么多优秀的前辈也好，我们同龄的艺人也好，优秀的人太多了。但是如果你的目标都不敢定在那么高的话，你怎么能够做到更好呢？所以永远目标都是那一个。卓璇怎么理解？同意吗？非常同意。对呀，这就像，其实，在我们女团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你只有站在中间的时候才是 C 位，其实我们在站在边上的时候，也要去尽全力的去表演、去唱、去跳。你就是要在自己的心目中做那个 C 位，你就是最好的了。虽然在观众的眼中，可能你站的并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 C 位，但是即便你站在边上、舞台边上，你也要认为自己是在 C 位，你有那样的一种要去呈现那样一种实力，要去呈现这样一种斗志，是吗？对，是的。好的，谢谢2位哈。其实今天我们把2位请到这儿，就像刚才一开场所说的，其实演艺圈的一朵前浪，一朵后浪哈。那后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有一些问题就略过了。不过有一趴还是不想略过，就是作为演艺圈的前浪和后浪，你们应该会对彼此都有一个好奇，所以最后想留给你们一个时间，就是互相问对方一个问题：你对对方这个年龄层，或者是对于对方有什么感兴趣的吗？对，先请。可能卓璇先问。卓璇先问吧，对。好，因为我刚刚也有提到说，在4年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时候我没有工作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常常有想过，哎，我要不要放弃？所以我很想问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时候，然后又是怎么度过的？想法肯定是会有的，因为那个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 TVB 真的不容易的。就是身体上面、心理上面也是经常会很累，因为无论是你拍戏的时候很累，然后可能平时也要面对很多媒体啊，面对大众啊，压力也会很大。有想法，但是做不到。第一，当然是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第二就是没有退路，就觉得自己没有退路。只能往前冲，但是这样也是好的，我觉得也不需要说哦，我不能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偶尔有这样的想法，就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又重新的去走上这条路，我觉得是 OK 的啊。对，好，我们换到杏儿问卓璇一个问题。好呀，我问一下卓璇，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很多记者都会问到我们，说什么30加、40加的演员或者是艺人都会，可能会有一定的无力感，或者是很焦虑，很害怕，自己前面的路怎么走。那其实对于像你这样的新生代的艺人啦，你会觉得自己经常要面对什么呢？在这个工作里面，或者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姐姐刚刚说的那些危机感，我觉得在不管是哪个年龄层，是新生代艺人也好，还是前辈艺人也好，我觉得只要做艺人，这个危机感是永远存在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危机感就不敢去拼，不敢去闯了，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就开始一直害怕这件事情，那我就不敢踏入了，我也不敢去追寻我的梦想了。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2片相同的叶子，每一片雪花也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形状，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行业里，只要生存，就有我们存在的意义，存在即合理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危机感我们要有，但是也要让自己平复的度过过去。你会成功的。
谢谢。